各位观众，正方代表人黄世修先生，反方代表人甘崇伟先生，大家好。今天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为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您是否同意第三核能发电厂经主管机关同意确认无安全疑虑后，继续运转，所举办第三场意见发表会？由本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陈月端负责主持。首先，仅代表主办单位中央选举委员会向各位观众和亲自前来参加发表会的正方代表人黄世修先生以及反方代表人甘崇伟先生表示感谢。在发表会正式开始之前，先将本次发表会进行的程序以及注意事项向各位说明。第一，正方及反方代表人发表时间各为24分钟，并分2轮进行，每轮每位代表人各12分钟，依序由正方及反方代表人上台说明。宜发表意见规定时间届止前3分钟，按铃1短声示意。时间届止按铃2长声，代表人应即结束发言。第二，发表会代表人发表时间时，如有发表无关主题之言论、携带危险物品，或有歧视性、仇恨性之言论或行为，发表时间届止，能继续发言或违反发表会规则等情事，主持人会立即制止，并不予播出。现在开始进行发表会，首先请正方代表人黄世修先生发表，时间12分钟，请发言。各位好，我是黄世修。今年我一样1个打5个。第一场曾文生董事长，台电巨额亏损，你爽当董事长，还敢情绪勒索啊？文生，你说要做完安检再来让国人决定才符合程序，那你下令做了吗？2018年以核养绿公投通过，否定非核家园政策，那你让核电厂延役了吗？你都没做嘛？查甫人哦，唔通准一支嘴啦。2021年。徐永辉在台上自曝核市场很危险，他签的安检程序书都不算数，你追查了吗？我告发他渎职，北检认定他说谎，但属言论自由，全案签结。现在他升核能副总了，又陪你一起来辩论，可惜他没有背一条伪造文书的前科。你说备转容量最低在2016年，核2、核3厂都在运转，你说现在火力全开，但空污减少70%，你不觉得矛盾吗？2024年，台湾的人均用煤电量勇夺世界第1。火力发电机组的环保改善本来就要做，没有人在嫌空污少的。2024年，中火发电量272亿度，核2、核3厂加回来，每年可发300亿度电，代表中火10部机组全部可以关闭。这是台中人的晚帮啊！你行政院还要跟台中市府打禁烧生煤条例的事件官司，打几年？美国密西根州的帕里萨蒂核电厂退役3年，只花2年重启；核3厂停机3个月，你跟我说要花多久重启？回答我！第2场的林子伦，恁斗上卡上是台电的员工啊！你自少年时做这反核运动，现在搁做官，把台电不该破产。你嘛是真友好呢？你说常年倡议审议式民主，结果找来开会的清一色都是反核团体，规定大家只能讨论非核家园。去你的民主一言堂啊！你整天拿 SDGs 永续发展说嘴哦，专访还强调可负担的洁净能源，结果我国的洁净能源因为废核直接被砍掉10几%，不进反退。你主管行政院减碳办公室，专门用火力减碳。带团去外国参加 COP 气候会议，丢脸丢到国外。人家是名侦探柯南，你是名侦探子伦。
不要跟我说天然气有减碳哦。如果核能继续用，天然气也减碳，燃煤明明可以减更多，这是基本逻辑。但是天然气爆干贵，每年烧到几千亿的新台币。你说经济学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好，那我请你喝下午茶好了。包含核废料处理，核能一度电 1.5 块钱，再生能源一度 5.5 块钱，价差4块钱。如果所有核电厂都运转，每年可以发600亿度电，可以省2400亿元新台币，等于每年可以普发现金1万元。只有核三一年也发150亿度电，那也赚600亿元新台币。600亿啊！我们已经拨补3000亿纳税钱给台电增资，假装它没破产，然后看着台电亏损继续突破4500亿元。我做投资交易的，也略懂经济学啊。经济学谈机会成本，废核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反过来用核，我们能够健全台电的财务，投入更多的资源，真正养绿，而不是拿去养一堆吸血鬼。以核养绿才是社会最大公约数，投资未来的聪明选择。你整场都在吹更民主的再生能源啊！对，你已经吹9年了，民进党执政9年了，台电公司都实质破产了。云豹小公主赖品妤吹成赖百亿，还被赖清德总统认证啊！你的多元分散在地再生能源，经过3次全国大停电证明然并卵啊，听起来很风光，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你提到能源安全、核废有解、社会共识3个原则。能源安全是美国多次严厉警告的，非核会破坏国防安全。美国智库 CSIS 兵推，如果解放军封锁台湾，天然气撑不过10天。这就是地缘冲突，电网脆弱，供应链中断。结果你一句话就2逃，打高空不负责任，这是渣男的行为。核废有解是美国多次表态可以处理的。事实上，我在2021年的时候讲过，西元2000年陈水扁总统停建核4，也说无法处理核废料，引起美国政府震怒，因为台湾的核能技术都是美国给的。悲哀啊！25年了，我们在这冤家核能废料有问题，悲哀啊！来跟我说一遍，反核就是反美，反核就是卖台，反核就是舔共，反核就是反美，反核就是卖台，反核就是舔共。我是要听美国海军情报局的、美国战略司令部的、美国能源部长的、美国在台协会的表态支持台湾使用核能，还是要听你一个政治洗地仔的？你不能英文不好，只能跟英文好啊！今天在这是台湾人的电视台，我考劝你，别背叛台湾。欧盟已将核能纳入绿色正纲和永续投资，关键就在于核废料对环境无危害。反核团体如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地球公民基金会，至今仍拒绝承认核能是绿能这个科学事实，甚至扭曲国际资讯，蒙骗社会大众，爽收善心捐款，说什么限定3.5代以上的反应炉啊，拜托看清楚英文，那是新盖的机组。有另一项说研议旧机组也符合永续投资。联合国最新的倡议是 24/7 carbon free energy， 全天候的无碳电力，包含核能。Google、Microsoft 等国际企业已经公开要求供应链达标。如果台湾无法提供稳定且无碳的机载电力，将在全球竞争被淘汰。谈核能，你就吹 RE100 100%再生能源，台积电需要绿电。那废核9成火力的时候，台积电一直用脏电，你怎么不提 RE100？ 回答我！第3场的甘崇伟啊，我们可以看到近年的反核团体讲什么都被打脸，你们还剩什么主张？无非就是核灾、核废、跳针。我理解许多人因为福岛核灾转为反核。
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集合各国专家常年的追踪，福岛的辐射外泄没有造成任何的死亡或癌症增加。我再讲一次，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跟联合国的多年各国长期追踪报告，福岛核灾的辐射没有造成死亡或罹癌的增加，是0。所以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花10几年的时间在这边吵？然后我很困惑，你们每一次都拿地震来讲，问题是核电厂反而是最不怕地震的建筑物啊。福岛核电厂不是因为地震出事，离震央更近的女川核电厂更成为居民的避难所。日本九州有长达1000公里以上的巨大断层，叫中央构造线，甚至还有喷发中的活火山。但九州是最先重启核电的地区。你们要不要动一下大脑，想一想为什么？陈文山和李习提说的恒春断层，大概16公里，讲10几年了，并不是第一类活动断层。他们个人要主张是活动断层，却不敢经过专家程序评估，这叫学术骗子。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主张，全国的建筑都要移平重建，只有核电厂屹立不摇。这个时候他们又闭嘴了。来，核三厂原始设计可以承受 0.72 G， 你们说不够，要按照美国这个 SHIP Level 3评估，台电真的去做了加固，现在可以承受 1.384 G。7级大地震是 0.4 G 而已啊，你们却从来不担心自家的房子和家人的生命啊。台湾人很习惯地震了，你每一次地震，你去看核电厂所在地的岩盘，震度都是特别小的，十分安全。这是常识 ，common sense， understand？ 核废刚才讲过了，反核就是反美，反核就是卖台，反核就是舔共。你还要再质疑美国处理核废料的技术吗？美国做得到，欧盟做得到，日本都做得到，为什么台湾做不到？所以我请下一段甘崇伟先生不用再跳针核废料无法处理了。回家多读书哦，不要搞什么绿色鸡巴力量哦。我说绿党、社民党啊、激进党啊、欧巴桑联盟跟时代力量。绿党如果作为一个自称环保的政党，我请你去看看国际上这近年的环保团体对气候变迁、对核能复兴的态度。全世界现在大概只剩下台湾还在坚持非核家园。连德国都转向了，更不要讲欧盟、美国、日本，全部都在使用核能。你们不断跳针的核灾、核废料，世界上也早就有解了。我刚刚也说过了，福岛核灾的辐射外泄没有造成任何人的死亡或者是罹癌增加，这不是我讲的，这是联合国跟各国专家学者常年的追踪报告。所以你们到底要消费福岛核灾到哪一年？你们要消费核废料到哪一年？你们自称是一个环保的政党，你们借由这次公投的机会，还要再散布这些谣言，还要散布到哪一年？所以这一次8月23号的核三公投，我请大家出门投票。这一张票决定台湾的未来，更决定这个社会不能够再被某一些造谣的骗子拉回到10几20年前那个古老的年代，那个撕裂对立的年代。台湾必须要向前走了，民主、自由跟安全必须要确保我们家人的健康。请大家出门投票，8月23日核三公投投同意，谢谢。现在请反方代表人甘崇伟先生发表，时间12分钟，请发言。大家好，我是台湾绿党的共同召集人甘崇伟，同时也是一名软体工程师，也是2个孩子的爸爸。今天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好不容易走过核灾的风险，让核电归零。我不愿意再让下一代的孩子去承担重启一座老旧核电厂的风险。在开始讨论之前，要先介绍一下本次公投的主角——第3核能发电厂。它不是一座新型的第4代反应炉核电厂，更不是前阵子很红的 SNR，
而是一座从1978年动工、1984年商转，至今已经运转了40年，并且已经除役，也就是没有再继续发任何一度电的老旧第2代反应炉核电厂。而这次公投的主文是：您是否同意第3核能发电厂经主管机关确认无安全疑虑后继续运转？这句话听起来很理性，很有条件，但是我想先问大家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真的有需要这样做吗？台湾真的缺电，缺到必须要把一座已经除役的核电厂搬出来重新上阵吗？身为工程师，我有个职业的习惯，面对任何专案，我一定会先问清楚需求，确认问题为何，再来制定能够解决问题的执行计划。那要确认是否缺电，一定是先查资料、看数据。请各位一定要注意以下的资讯。我要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从2025年5月17号到今天，我站在这里的今天为止，也就是核三厂2号机除役的那一天，到我站在这里的今天为止，台湾的备转容量率不但有97%的时间都在10%以上，还天天维持在法定安全的6%以上。我还细看到每10分钟的备转容量率最低，我们都还有6.2%，也就是即使在最尖峰、最紧张的时刻，我们都还有6.2%的电量是备而不用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我们没有因为核电归零而缺电，电是够用的。这几年，我们持续推动太阳能、风能发电跟储能设备，已经渐渐看到成果。同时，台电也规划了新的燃气机组来取代高污染的燃煤机组。不仅如此，根据经济部的节电计划，到2027年，我们每年可以省下206亿度电。而核三厂在还没有除役的2023年，一整年的发电也才178亿度。简单来说，我们光靠节电就可以省下一座核三。这代表随着能源转型的推动，即使不用核电，未来我们能发的电量还是会持续成长。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冒险重启一座已经除役的老旧核电厂呢？当然，我能理解世修还有很多的朋友觉得6.2%备而不用的电力是不够的。我们未来可能会有许多的 AI 工厂带来新的电力需求，那我们就来看看核三厂是不是那个好的发电选项。因为长期关心环境议题，我也一直很关心核三厂的状况。要跟各位报告，我们要面对的核三厂，在这40年里，不是翁立伟说的也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故，而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核电厂。它不是偶尔出问题而已，而是问题不断。这些2018年的黄国昌立委有说过，我在这边再次完整的说明给大家听。1985年，核三厂1号机才刚商转不到1年，就因为设计的缺陷，导致氢气泄漏并引发火灾，1号机因此停机了长达1年1个月。而1993年核三厂进行大修的时候，又因为过滤系统的故障，导致辐射废水排出，最后整整挖了247桶污染的海沙。而最严重的是2001年3月18号发生的3A 事故。大家都知道，核分裂的发电必须要有冷却系统的支持，才能安全的进行。而日本福岛核灾会发生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冷却系统失效了，才导致炉心熔毁，接着发生氢爆，引发了接下来一连串严重难解的问题。而2001年核三厂也发生了整个配电盘烧掉，导致场外电源全面丧失。更惨的是，备用的2部几级柴油发电机也供电失败，让整座电厂全黑长达2个小时。最后从地下室挖出来了从来没用过的第5台紧急柴油发电机，才让我们幸运的避开核灾。而这样严重的3A 事故，依照现行的标准是最严重的全面紧急事故。而核三厂发生了那么严重的事情，理论上应该要学到教训，但实际上却是继续的发生问题。2013年，核三厂又发生了一场荒谬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故。当时台电正在进行2号机的
变压器翻修作业，而控制室的警报灯连续响了84天，但工作人员只当作是维修期间的假警报，所以完全忽略。而更离谱的是，这84天当中，时任总统的马英九总统还特地到核三厂 long stay， 他想亲自住一晚，来向大家证明核三厂很安全。结果呢，马总统的 long stay 变成 long 洗 gay， 因为包含马总统待在厂房过夜的那一晚，整整84天，2号机都处于丧失外部电力的状况。而这一切竟然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通报，就算总统要来了，也没有人阻止。等到翻修结束之后，台电才发现原来出大事了，这不禁让人不寒而栗。此后10多年，核三厂仍持续发生紧急停机、跳机等等的事件，一直到今年还因为管理的疏失发生火灾。我在这边要强调，每次检修、每次并联发电，还有请总统来 long stay， 都是经主管机关确认无安全疑虑的状况下进行的。而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还是过于频繁的发生事故，而且还发生濒临核灾事故的风险。这不是我个人的说法，而是原能会跟台电公开的资料所列的资讯。所以我要问大家的是，这样一座核电厂，我们要怎么做到确认无安全疑虑？我要强调，这些黑历史代表的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风险，而代表核电厂本身就存在很高的系统性风险。除此之外，核三厂还面临一个更根本、更不可控的自然因素——断层风险。要谈到科学，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地质科学。随着我们地质科学不断的进步，根据台电自己开挖槽沟的资料显示，位于恒春半岛上的核三厂厂区正下方有一条确定的活动断层，它就叫恒春断层。恒春断层3300年前曾经活动，也就是未来有极高的几率会再次的活动。也因此，台电后来根据最新的地质资料进行重新的地震危害分析，结果显示，如果发生大地震，核三厂可以承受的定动加速度高达 1.384 G， 这是它原来设计能耐的 0.4 G 的3倍多。就算后来有针对安全停机系统做加强，把耐震值提升到 0.72 G， 但是还是根本就撑不住 1.384 G 这样的强震。那你可能会想，要发生那么大的地震才会有问题吧？但事实是，甚至不用等到那么大的地震，核三厂本身的地质条件就极度的危险。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上的这张图卡，核三厂1号机的7涡轮发电机厂房，竟然就直接盖在恒春断层的剪裂带上。什么是剪裂带？它不是单纯地震时会左右摇晃的地方，而是地层滑动时，地层会被扯裂的破碎带。也就是地震发生时，厂房可能因为地层的错动而直接被撕裂成2半。更离谱的是，2号机的核导区刚好就盖在一条地质结构为背斜轴的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就好比你用手去推地毯，中间会有一段因为挤压而拱起，而地震来的时候，这块地层就有可能整个隆起，把厂房往上顶，造成严重的变形。这不是科幻的情节，大家还记得2018年花莲发生了瑞士规模 6.2 的地震吗？那次地震让米伦断层错动，接着统帅大饭店整栋倒塌，云门翠堤大楼严重倾斜，桥墩变形，而这些建筑就是在地震当下直接被地层错动而导致损毁的。想象一下，如果核三厂因为地层错动导致冷却水管第1分钟裂开渗漏，第2分钟就可能断裂喷水，冷却水无法循环，反应炉的温度就会失控。接下来就是我们最不愿意面对的核灾。这个不是假设，这个是工程上可以预见的风险。当一座核电厂盖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上时，当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风险摆在眼前时，我们真的要让它重启吗？所以我在这边，我想问一下世修，我们要怎么样用科学、理性、务实的方式解决核三厂盖在恒春断层解裂带的事实？我们又要怎么样不让核三厂暴露在
断层错动，可能直接把厂房撕成两半的风险上。核电是科学，而地质当然也是科学。各位，我们赌了40年，好不容易熬到核3厂除役，为何还要重启一座那么不安全的核电厂？接着我也要问世修，你刚刚也说了，欧盟说核电是绿电，那请问一下，核3厂发出来的电是符合欧盟标准的绿电吗？欧盟说核能如果要被归在永续能源的替代方案，必须要在2050年前有高阶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正式运转，而且燃料要是 ATF， 也就是比较能够耐事故的核燃料。请问核3厂发的电是欧盟说的永续能源的替代方案吗？世修，请诚实面对我的提问。请各位8月23号出门投票，坚定地投下不同意票。谢谢大家。现在请正方代表人黄世修先生发表，时间为12分钟，请发言。甘崇伟果然又在跳针啊！他刚刚讲的断层问题、核废料问题，还有绿色能源这些问题，其实第一场的叶中光老师都有讲。老师有讲，你有没有在听？你没有在听嘛？你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开会没在听，在科技业早就被电爆了。你根本不尊重社会大众的民主权利，难怪绿党走到今天哦，该归建民进党的归建了，推你这种货色啊！来，你刚刚讲的这个断层跟耐震的问题，你刚刚一直在说核3厂盖在恒春断层上啊，那些是陈文山跟李习提的说法，那是个人的说法，对，他们是地质学者，但是他们的说法并没有发表论文，也没有到专家程序上去评估。难道全台湾、全世界只有这2位专家吗？核3厂的断层跟地质跟耐震的评估是找了国内外多名的专家长期的评估研究。那你说要做耐震，台电也做 Shake Level 3的评估，也做了加固了，你还在那边 0.72G， 你都不担心 0.4G 的7级大电震垮你家、震垮恒春、震垮屏东，你在担心 0.72G， 而且我说了已经加固到 1.384G， 请你绿党去更新一下你的资讯。你说欧盟的绿色能源要求核电厂满足一些条件，对，你可以去查台湾为什么没有高阶核废料的处置厂，不就是你们这些反核团体不断在煽动恐惧吗？民进党执政几年了，说要处理核废，立法了吗？修法了吗？9年了没有动。在核废的处理上，美国在西元2000年已经表态了，会帮台湾处理核废料。美国有没有高阶核废的处理？有。欧盟有没有高阶核废的处理？有。甚至日本也有，全世界都有。你还在跟我跳针？高阶核废一点都不是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画出一下核废料的样子好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核废料长什么样。你顶多画一些黄色的铁桶，上面有辐射标志。来，我给你看一下。我甚至在演讲中拿过一张核电厂的空拍图，那这个是拉近距离的。你可以从 Google 上的空拍图看，请你指出核废料在哪里。绝大多数人指不出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找到小小的干储场，就是我现在手上这一张照片。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看不到核废料，核废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2018年以核养绿公投证明，核电厂附近的居民也支持核能发电。那你讲这个断层问题，我再追加一题，民进党主张非核家园，那你说这些断层啊、核电厂啊、安全啊、老化啊，好危险，会爆炸啊。可是蔡英文政府完全执政9年，从未提前关闭核3，难道你讲的这些讲了10几年，蔡英文政府都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让核3厂不止核1、2、3厂都运转到执照期满。如果核3真的极度危险，完全执政的蔡英文政府怎么会让它继续运转？你们明明知道核电厂很安全嘛，反核只是为了捞流水罢了。好，你要说老化问题，美国有100座的反应炉，90%延役到60年甚至80年。你还在跳针4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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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执照是早期为了反托拉斯法、反垄断，跟安全设计根本无关。第一场的叶中光老师就讲了，你都没有在听。你也快40岁了，你爸妈生你的时候有限定40年的使用期限吗？
没有嘛？我看你的体能保持得很不错啊，尤其大脑看起来像9成新。我懒得吐槽你刚刚讲风光这些再生能源转型了，请你先学习加减乘除，算一算成本。风光1度电多少钱？核能1度电多少钱？我们每年要烧掉几千亿元买天然气跟用风光，算算成本，否则别出去说你是理工科毕业的。好，第4场的吴雅欣，20岁的手头族。你说你的学经历没有办法跟许多专家比拟，但社会和决策者更应该听你们新世代的声音。Hold on， 你凭什么代表新世代？跟你同年龄的年轻人觉得跟反核站在一起很智障。我在你的年纪20岁的时候，整天都泡在图书馆看课外书，推荐你一本小说《1984》。党对人民洗脑，有句口号：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希望你思考。除了数学、物理以外，我的大多数知识，经济、法律、社会、心理、投资、交易，都是自学来的。我不知道你自学了什么，或是被灌输了什么。2011年福岛核灾，你6岁，跟着妈妈参加反核游行。你质疑黄国昌反核转弯，别说他了，童子贤以前也反核，就连我黄世修2次核能公投的领先人，当年也反核。谁年少轻狂不反核呢？但是为什么我们醒了？因为我发现我被骗了，我们被骗了几十年。2013年，我成立核能留言终结者，这个科学社群打爆所有的反核团体。第一份报告就是指出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他们自己算的核4运转成本40年要花1兆多元，但是我们除以8000亿度电，1度电1.4块钱，包含核废料处理，绿盟被其他反核团体骂死了。但这代表洪申翰10几年前就知道核电很便宜，核废可处理。我们把查资料打爆造谣仔变成一种正回馈的游戏，吸引到更多的网友参与。我自己不是核工专业，网友们也不是，甚至很多人是文组的，战力都比理工科更强。在此，我也向网络上的所有朋友发出邀请，我会让你们体验到化身狂战士打脸的快感。时至今日，我们用知识和行动证明，反核就是反智、反科学、反人类。我们相信技术宅拯救世界，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现在网络资讯更发达了，如果你有读书的话，一定不会说出核废料处置需要花几十万、几百万年这种反智言论。湿式储存、干式储存、地质掩埋、再处理 MOX 核燃料、ADS 粒子加速器、第4代反应炉。核废料不是废料，是下一代子孙的资源，循环经济的最佳体现。你一个都不接受，甚至没听过，没有动手 Google 过，不了解世界各国的实际现况，不关心台湾本土的能源问题，然后跟大家说你重视社会参与，长期投入公共议题吗？ How dare you！ 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但我当过老师，而你还停留在妈妈对你的邪教洗脑，我看了很心痛。如果下一场国昌老师对你严厉，人家会说他欺负小女生；如果国昌老师手下留情，人家会说连小女生都辩不过。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应对，反正我习惯当坏人，就让我来扮黑脸。亲子共学是什么团体？2014年，亲子共学呼应民进党反核行动，占领忠孝西路，警方出动震爆水车，你们拒绝志工劝导撤离，把3岁的孩子叫醒，穿雨衣，推他们上街头当人肉盾牌，拿3岁儿童当肉盾。我不会放过这一群没人性的恶毒妈妈。你还20岁，我希望你还有救。我当年24岁看穿反核洗脑，26岁建立科学社群。我做得到，不是因为我聪明，是因为我努力。跟那些骗子交手10几年，一转眼我也38岁了。核3厂40岁，保养得很好，我得多加油，换个零件，做完安检，我也能延役。黎明老师70岁了，这次公投他还在第一线奋战。我立志当坏人痛恨的坏人，我想要成为一柄利剑，永远悬在霸权和萧二的头顶。读书这件事永远不嫌晚，请你回家多读书，否则我将会成为你们的社会寄生虫的噩梦。第5场的庄瑞雄，我们刚才提到核电厂防震，以前内政部报告土壤异化和建物防震能力的时候，你突然来个摸摸派对啊，眼罩一戴下去哦，就是在狼崩啊哦，我原力行下来哦，跟这些假环团一样，
反核的眼罩戴下去，我们的生态环保和国防安全就随便人家摸了。你去摸摸派对，如果看到有人贴核电归零贴纸，就代表智商太低，可以割韭菜。今年洪胜汉的绿盟和沈伯洋的黑熊学院有出反核文宣小物啊，那希望这一次不要又被抓包是淘宝货，赚红钱吸红奶水。为什么我要说又呢？好，屏东县长周春米坚决反对核三。你屏东出身，做到李怀威玩主打在地民意，但恒春镇民70%赞成核三研议，在地的镇长、里长都力挺核三研议。你管就较大呢啊！你地位就大呢，出来讲啊！恁拢是老百姓，一票一票挡出来，结果你放晒乡亲，输咱的会，互歹人趁爸爸。这款政客，国家讲伊代表民意，民意代表根本就是白贼。因为你无法撼动童子贤董事长在企业界的地位，所以只能来这招浑水摸鱼嘛。你说你多少有在赌？总统大选的时候也是赌得要死什么运财赔率啦、地下球板赔率啦，无论合法非法，我看你都很清楚嘛。来，那我问你，这一次核三公投，民调66%同意，对22%不同意，赌盘开多少？你别给笑运财也有让分的玩法，3-1的碾压局，我就问你开多少？回答我。我今年是第3度站上辩论台，为核能来辩论。其实我也真的很感慨，2018年、2021年到现在2015年，我遇过的每一场反方代表，不断的跳针，不断在重复已经被打爆的说法，不断拿一些有政治立场的学者个人偏颇主观言论来煽动大众的恐惧。台湾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一些造谣的恐惧阴影之下？为什么黄国昌、童子贤跟黄世修当年都反对核能，但今年他们站出来当正方的代表？因为我们认为台湾人不应该再被骗了，我们要抓出这些骗子，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民主自由，守护我们的国防安全。8月23日。核三公投是一个起点，请各位站出来投票同意，支持核三厂研议，支持以核养绿，支持台湾有一个干净、稳定、安全的未来，以及不再有反核造谣仔欺骗社会大众、煽起撕裂对立的社会。我们希望安定、稳定向前进。谢谢各位。现在请反方代表人甘崇伟先生发表，时间12分钟，请发言。各位朋友，我要先跟大家说清楚，核三厂是1978年动工的第2代反应炉，它现在的设计的参数根本就没办法直接装填 ATF 这个近年来才商业化的耐事故核燃料，而台电超级乐观的高阶核废料最终处置厂的规划，也预定要到2055年才可以运转，赶不上欧盟规定的2050年的期限。更别说欧盟还有一项要求，就是现在就要有低阶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台湾有吗？台湾没有。兰屿的储存厂也只是暂时的储存厂，而且早就已经塞满了。这3个条件，核三厂都不符合，所以核三厂不论用哪一种分类方式，都不会是欧盟永续能源里面提到的过渡方案，也不会是绿电。而恒春断层不但是台电报告里面提出的活动断层，而且它离核岛区不到1公里，而其检列带就位于1号机的正下方。这个是应该重启的核电吗？台电的报告网络上大家都载得到，台电说他们只补强到 0.72G， 我不知道世修的报告是怎么来的，还是他怎么看的，大家网络上自己找找看。我们再看2个负责任的例子。美国加州红宝湾核电厂因为靠近断层而直接除役，连核废料都直接搬走。日本敦贺核电厂发现厂区下方可能是活动断层之后，也直接停用。所以请各位务必听我说，真正理性、科学、务实的做法，
不是遮住眼睛不管地质的数据，而是应该看清现实，诚实的面对地质科学，也拒绝把核能科学用在错的地方。所以不是去赌断层不会动，而是远离活动断层，无法远离的就赶快让它停下来。也是因为全世界直面核能会带来的风险，所以从2004年到2023年，在不考虑中国的状况下，全球启用了53座核电机组，但是同时关闭了104座核电机组。全世界关掉的核电机组将近是启用的2倍。而近2年来，全球对于再生能源的投资也是核能投资的将近10倍，这个才是真正的全球趋势。而且真的不只是选址错误跟违背全球能源趋势而已，我们要来继续谈谈核三厂的安全风险。工程上有个基本的概念叫做浴缸曲线，意思是设备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容易故障，而中间呢有一段稳定期比较少故障，但是随着后期，随着零件老化、金属疲劳、材料变脆，会导致出事故的几率节节上升。核三厂已经用了40年了，已经过了原来设定的使用期限。核三厂现在的年纪刚好就是浴缸曲线里面最容易出事情的年纪，而这个时候还能维修继续用吗？哇，代价可不小。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实际的案例。美国加州魔鬼谷核电厂，它跟核三厂一样是西屋公司盖的，一样是压水式反应炉，商转时间只比核三晚1年，是个跟核三非常相似的核电厂。它原本要在2025年除役，结果加州政府竟然决定让它延役5年。我们先不论这个决定正不正确，我们来谈延役的代价。业者估算延役5年的总成本是新台币2500亿元到3900亿元，也就是说，重启核三不但风险很高，在经济上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我们退1万步来说，就算我们愿意花这笔钱，万一真的出事了呢？日本福岛核灾的教训，我们都还记得。核灾发生前，日本的电力公司也说他们有万全的机制，但是地震和海啸还是导致炉心熔毁。所以我要问的是，经主管机关确认无安全疑虑，真的就能保证未来不会出事吗？福岛核灾当时有16万人被迫撤离，到现在还有超过24000人没有回去他的家乡。根据日本政府的官方估计，清理和赔偿的费用已经将近22兆日元，而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估算，最终可能会花到35兆到80兆日元。我们取中间值就好，从取中间值来换算是11兆新台币。这相当于台湾快要4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就是我们只谈钱都没办法负担。而这当然不只是钱的问题，台湾面积比日本狭小，人口比日本密集，一旦发生核灾，我们根本就没有承担后果的空间跟能力。再来，我们来谈时间。如果要重启核电厂，流程可不是说今天要，明天就能发电。要先由核安会定出安全检查的细则，通过之后，台电还得做全厂的安全检查和地震评估，接着要送出延役计划给核安会审查。这还没完，还要得补做环评，还要拿到地方政府的同意，最后台电才能按照核准的计划去做采购，去做核电厂厂房的补强。做完所有的安全测试之后，才有资格并联发电，而这一整套下来，也至少要5年起跳。而且我们也不能忽略战争时期的风险。第一，要先跟大家说的是，如果中国真的封锁台湾的海运、空运，那原本要出口的工厂也不得不停止生产。那出口导向的台湾用电量本身就会大幅下降。而拿平时的数据来推算战争时期的能源储量，本身就不科学。第二，战争时期核电厂不用直接被打，光是攻击核电厂的输配电网就能瘫痪电力。从乌俄战争可以看到，时至今日，扎波罗热6座核能机组都处于停机冷却的状况。
而同时，乌克兰也发现，分散、可快速修复的再生能源跟韧性的电网才是供电的关键。所以我们要加速发展再生能源，也要赶快让台电把特高压电缆地下化，这些都比盖更多的大型核电站更能保障战争时的供电。第三，扎波罗热核电厂在战争时期有4条连外的电线全断，8度失去外部电力，只能靠柴油发电机撑5到14天。俄军甚至在厂区周围部署重炮，把核电厂变成军事基地，牵制乌克兰的反击。这个不是能源安全，这个是战争时期的巨大风险。因此，请不要再拿战争时期能源安全，所以要用核电来恐吓台湾民众。比起依赖大型集中的能源设施，弹性而多元化才是战争时期的首要考量。面对未来的战争风险，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核电厂，而是建立一个更加灵活、可持续的能源供应体系。所以我们应该要问的是，我们要用5年的时间、几千亿的预算去赌一座老旧、错误选址，而且战争时期还有风险的核电厂吗？我们要去做这样的能源豪赌，还是我们投资在真正有未来性的能源上？我想答案应该很清楚。2024年总统选举时，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的共识是2030年燃气占45%以上，再生能源占27%以上。这个是3大党和多数民众在务实范围内的共识，发展更多的再生能源。但要怎么达到？很多人看到绿能弊案、开发争议会很失望。其实我们这些关心环境的朋友都比大家更加的愤怒。就是因为这些人在阻挠绿能的发展。我在这里要立场坚定的表达，我们台湾绿党支持绿能，但不支持毁林抢地的绿能，也不容许任何人假绿能之名行贪污之实。我们要的是永续的能源，不是毁坏的环境。我们要的是公开透明的制度，不是贪污舞弊的黑箱。像是绿能的弊案，我们第一时间就要揪出来。错误的绿能选址，我们也要马上站出来反对。而同样的，台湾的核电一样有重重的弊案，而核三厂更是盖在活动断层的错误选址。我们不应该再让人民继续承担这个我们好不容易熬过的风险。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用永和跟反核来区别我们彼此。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出发点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低碳又安全又对环境友善的发电方式。我们的差别只是在于对于安全的想象不太一样。同时，我相信不论你现在是支持核能还是反对核能，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我们希望有一天科学家们能够研发出一种核废料的处理技术，不但成本可以负担，没有其他污染，还能有效非常大幅度的缩短核废料的半衰期。我们都希望有一天这样的技术能够成功的商转。到那一天，我相信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区分彼此。我们也期待有朝一日核融合的技术能够真正商转，让我们能在极少量低毒性的核废料的状况下就能够安全又稳定的发电。但是在那一天还没到来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现有的核分裂发电技术对于台湾来说就是一个风险太高，不够安全，也不够值得。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核三厂。相反的，我们是全世界少数几个同时具备良好风场、充足日照、丰富地热的国家。但与此同时的是，我们也需要投入大量的心力去沟通，大量的人力去监督，并且制定良好的法规，去使用最新的技术来让生态的平衡，也保障原住民族的权益。而这些都需要经费跟资源，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心力投入在这些未来的能源解放上。所以各位朋友，只要你满18岁了，在8月23号，为了您跟您的家人
针对第21案公投案，请坚定地投下不同意票。这不是为了哪个政党，而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台湾未来。也欢迎各位追踪台湾绿党的脸书和 YouTube 频道，我们会继续提供正确的资讯跟辟谣。谢谢大家。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意见发表会，由中央选举委员会所举办的第3场发表会到此圆满结束。感谢全国观众的收看，同时也提醒全国的投票权人，14年8月23日投票时，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印章及投票通知单。谢谢。